师傅必苦修的八部金刚玄功，弟子钻研数载，仍未参透玄机，超凡机。此功藏大道真意，机缘未至，强求不得。七旬凡躯，连舒展筋骨，都带着经络酸胀的痛感。修为停滞，寿元凋零，这深山道观竟成了囚笼。是他，这么多年了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3月前寻得此剑时，寿元尚有117日。此剑名长生，是为师留给你最后的机缘。年轻神魂，垂暮躯壳，竟连挣扎都无力。守了贝子龟，大限将至，也不必再拘着自己了。青云观道长您好，灵群卤肉、蜜酱灵肘、炭烤灵腿，都多加香辣灵椒调味。好嘞，道长，灵禽送餐，1个时辰内准保送到观中。纵只剩27日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道长，您点的灵食都备齐了，您清点一下。有劳小哥奔波，灵食稍后会划至你家酒楼账上。小的先回去复命，您慢用。这般滋味，倒是有几十年未曾尝过了。监测修行者蛇菌入气，长生灵剑正式激活。举灵剑，是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山穷水尽之际，竟真的等来了一生机。的体力、灵力皆衰微，这闪烁的属性点究竟有神效？属性点可推演功法，加持修行，突破世间功法桎梏。八部金刚玄功，终于要显现了。原来如此，竟是用来推演功法的至宝。凝神聚气，引灵归元。全部属性点注入八部金刚玄功。
瓶颈处提升至200层。竟能打破功法原有上限，这属性点当真是逆天机缘。这怎么可能？寿元从27日涨到35日。炼体助命，增益寿元，金刚之路便是长生之基。不是运气刻入神魂，只可惜这副老躯跟功法的节奏。功法循序渐进，持续修炼，躯体自会随功法逐步强化。再苦再慢，我也能坚持下去。肉身浴血松动，躯体负担暂时消解，压在身上多年的沉重枷锁总算暂时卸下。单是舒展躯体，便已是莫大慰藉。一番苦修过后，寿元灵力、体力都未有显著提升。单纯肉身炼体，精气转化效率低微，要稳步延寿，绝非易事。属性点才是修行核心资源，只靠苦修效率太低，必须找到稳定获取属性点之法。道法皆有期序，是精气，或是天地游离灵气。天地精气皆可滋养自身，却无固定定论。灵剑并无指引佐证猜想，不可急于求成，先踏实每日练法，静待灵剑显露线索。金刚玄功刚猛霸道，我肉身衰朽，久炼亦损伤经络，需搭配柔和养神法门，中和炼体刚劲。得寻一套柔和法门，调和金刚功带来的气血激荡。
道长翻阅多时，先饮一盏清心灵茶，稍作歇息。多谢小道友，我正查证八部金刚玄功源头。此功法由上古宗师张清风整理完善，流传世间。还有同源八殿长寿玄功，一刚一柔，刚好适聘我如今身躯，内外双修搭配，正好解决肉身衰朽难题。子愚钝，还请师父指点。长寿玄功动作舒缓，最适合神魂衰弱的年迈修士。不少年老修士都会修习这套温和养生功法。口诀与行气法门果然玄妙。今日专心吃透，长生剑引我入道。功法流转温和，体内气血平稳，缓缓循环。检测全新功法已收录入灵剑面板，可触发功法融合，即可融合金刚、长寿两套同源玄功。两门上古玄功融合完成，品级大幅提升。无数招式、行气感悟涌入识海，养生炼体效果远超从前。肉身尚且孱弱，不可急于全力催动全新功法。慢慢消化感悟，方能安稳驾驭融合功法。又是一顿清汤寡水。融合后精气好大增，必须补足足量灵石。精气运转加速，身体需大量天地灵材补给。前往灵镇购置灵米、灵蛋、灵鸡、灵牛肉与灵乳。都已妥当，只待您一声令下。端真，我来吧。怎会购置这般多滋养肉身的灵石？
我每日修习经长寿玄功，需灵石补充精气。王某便先行告辞。趁山间灵气最盛之时修炼，果然体感不同。毛孔吞吐天地灵气，体力灵力均有小幅上涨。1至52层，日渐近便是生路。进展虽缓，却让我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熬一锅稠糯灵粥，最是温润脾胃。收拾妥当，散步，吞吐沉漏灵气，调和气血。出生灵气最是清灵，寿元小幅回落至34天。属性点却凭空多了2点，灵石精气累积达标，属性点自动提炼生成。原来灵石中的天地精气，才是属性点的主要来源。往日饮食清淡，精气不足，难怪迟迟不见属性点增长。精气转化效率自然提升。如今彻底摸清规律，修行前路隐息明朗。只要稳步寿元，皆可稳步提升。地力也同度增长，肉身衰败之势暂缓。功法品级提升，对肉身滋养效果大幅增强。2遍功法耗时1个多时辰，熟练度又有小幅精进。继承祖师与师父恩德，便该将这份传承发扬光大。效仿上古道祖之于众，才算不负这门古法传承。红烧灵鸡配清炒灵蔬，再加2碗灵米，补足精气消耗。饭后缓步而行，
让灵石慢慢消化，静待精气自然转化。不急不躁，和养生之道才是长久修行之法。须经消化运转，方能提炼成点。修行之道，重在观察记录，日积月累，方得真知。经书记录在册，日后慢慢验证其中规律。摸清转化周期，便能更精准地规划修行节奏。发力须自腰胯起，贯通周身筋骨。看着架势挺足，怕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拳路扎实，章法严谨，倒是得了古形一拳的几分真传。我看他真为就是个花哨子，中看中用，别费点时间了。别打了，是不是不行了？什么传统武道，还不如街头耍把式的热闹，全是旁门左道。就是练一辈子也练不出半分神通，纯白费力气。是这样的，让他快滚，我们不信。尔等凡俗肉眼，岂能识识得上古武道的真意？哼！前朝大内护卫以明镜震碎青石，岂是尔等口中的花架子？说的玄乎，谁亲眼见过？哼，还不是编出来唬人的说辞。我年少时见过隐士老道演武，胎雷响，正是千金难买一声响。废物！世人皆以神异武学为虚妄，可我亲身见证灵剑之妙，又该作何解？大道无形，凡俗难窥，一切神通皆自日复一日苦修中来。那些匪夷似的武道神通，或许并非虚妄，只是常人无缘得见。我有灵劫持一法，未必不能触及那般境界。李师傅，久仰秦老先生过奖了。不知秦老先生是指教？不急，我们边走边说。以拳风带雷的境界，心生好奇，特来请教细节。想学真武道，缴10块灵石，我便收你为徒。多谢好意，我另有修行法门，便不叨扰了。借传物敛财，终究落了下乘，还是回观专心修我的金刚长寿玄功。未曾进补灵石，单纯修炼功法，竟也能催生属性点。功法运转炼化天地游离灵气，亦可转化为属性点倍。寿元又增日，寻常修士苦修数年，也不及灵剑加持片刻之功。这长生灵剑，当真是逆天改命的无上至宝。
夜里脾胃虚弱，不宜多食，加重负担。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方合道门养生大道。近日连练6遍功法，身池有些疲惫，散完步便早些安歇。也好让白日修炼的精气稳步沉养肉身。夜间休养精气，肉身修复效率更胜白日苦修。今有了延寿盼头，反倒睡得格外安稳。体力灵力也稍有回落。肉身衰败之势尚未彻底扭转，唯有不断修炼突破，方能彻底摆脱死亡威胁。又有2点属性点入账，今日修行便有了新的底气与动力。长寿玄功，2点属性点，全长寿玄功。功法推演完成，正式突破至小成境界。暖流贯通全身，多年隐疾竟尽数消散。当真有脱胎换骨之感，这是功法小成的神妙，远超我此前数十年苦修。寿元暴涨30日，体力灵力各增10点，肉身神魂全面进阶。难怪古来修士皆痴狂长生。寿元增长的滋味当真妙不可言。突破消耗太过巨大，先去膳堂制备食物，暂缓体悟。先以灵丹垫腹，再熬一锅补养粥膳，稳住精气。慢火熬煮半刻，便能补足功法突破的巨大消耗。巅峰者堪比陆地仙神。此前李行义所言非虚，这层层递进的武道体系倒值得一探。武道境界玄妙。不知与我道门炼体之法有何异同？无境界却不可本末倒置，乱了修行节奏。修行当守本心，贪多嚼不烂，根固方能远。先专心修金刚长寿玄功，待肉身寿元稳固，再涉猎武道不迟。精气补足了，正好出门散步消食，顺便翻翻其他典籍。万法庄为先，庄功为武道根基，亦有养生延寿之效。庄功既能养生，倒也契合我的修行方向。道理虽好，却不可贸然修习，还是先守好本心，专注本门功法。
连续3遍功法演练，肉身精气消耗已近临界，方能最大化功法修炼的效果。长生灵剑，开！数据流转，层级显现，风起，灵力汇聚。功法熟练度涨2点，续点新增1点，规律果然应验。与灵石摄取相辅相成，品级越高，转化效率越佳。摸清了稳定产出的规律，往后修行有明确方向。修炼加持完成，炼度、寿元、体力、灵力同度上涨，如顿悟一般，对这套功法的掌控又上了一层台阶。寿元依旧有限，危机未除，当步步为营，切不可懈怠。当铭记于心，传于后世，将功法进阶的心得尽数记下，日后修行也好对照复盘。修行如行远路，时时复盘，方能不偏道途。遵循少食多餐餐的养生准则，先垫补些，免得气血空乏。寿元大道面前，世间浮华皆为泡影。这般慢节奏的山居修行，反倒比年少修行时踏实得多。修炼、进食、散步、循环往复，这般日子安宁充实。规律作息契合养生之道，肉身精气稳步沉淀。从前求快求强，如今才懂稳扎稳打才是长生根本。新得2点属性点，全部就入金刚长寿玄功。寿元再增12日，距离100日大关越来越近了。不可急于求成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头脚轻，浑身虚浮，这眩晕感来得好生突兀。修行节奏不能乱，必须尽快补足气血亏损。检测快速衰退风险。体力栏已触发严重警示。灵石供给跟不上肉身消耗，气血亏虚了。此法或可一试。寻常灵石补不上这般缺口，
得炼制道家滋补药膳才行。先熬一锅山药、红枣、糯米灵粥，滋养脾胃，稳住气血底子。晚辈青云观秦放，气血亏虚，修行受阻，恳请清河道长赐食补良方。道友不必多礼。我传你上古虎穴龙游灵汤，食材配比、炼制手法与功效，依法拟拟。需再三核对。此方与师傅当年调理气血的药膳高度吻合，绝非虚传的偏方。虎穴龙游灵汤滋养内修气血灵气，是道家顶级食补名方。内修之道，需内服外练，相辅相成。可寻访名师，夯实武道根基。多数灵材山下灵阵皆口制，唯独深海灵海参价格高昂难寻，青云观香火微薄，深海灵材长期消耗，难以支撑。典籍标注可用山间灵牡蛎替代，只是药效要折损30%左右。药膳所需，即便有替代之法，长期炼制药膳也需稳定进项，道观生计成了难题。必须尽快想出稳妥的收益之法，才能安心修炼，长期服用药膳。总不能坐吃山空，得让青云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行。开设讲道台，传功收香火，便是最稳妥的生计来源。世人，正合我青云观立观初衷。先去灵阵采买药膳灵材，回头再着手布置讲道台。此方确有奇效。张药郎，秦放来了。老药师安好。晚辈近来浑身乏力，气血不足，特来咨询调理之法。
年迈修士气血衰退本是常态，放宽心境，安心静养，再配些温补草药，慢慢调理即可。多谢老药师，烦请称半斤白果，再配几味温补气血的草药。药已备好，秦道长请收好。有劳了。药材都配齐了。 煎服记得文火慢熬，切莫急于求成。道长买了这么多滋补灵材，这是要好好补养身子啊！内修功法讲究内服外练，相辅相成，得用药膳补足气血损耗。道长果然是隐士高人，这般修行讲究了。我这就送您回青云观山门。 掌心有气流涌动，莫不是我心神恍生出的错觉？这绝非幻觉。检测到先天真气，已扎根于经脉之中。竟是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先天真意。真气虽弱，等慢慢修炼，也可渐渐壮大。修行总算再攀台阶。有真气加持，功法精进速度必然还能再上台阶。这是什么？耳中无端响起清灵之声，不知是何境界征兆。是为道门修行内听之境。原真气已彻底扎根体内，竟不觉入了内听之境。循着真气轨迹慢慢打磨，道基方能扎得更稳更实。这般沉浸修行的乐趣，已是数十年未曾有过了。明则通达。小憩片刻，效果不足，属性点灵力又稳步增长。新得属性点尽数注入金刚长寿功，加持完成，体力、灵力、寿元全面提升，寿元突破100日大关，总算达成100日寿元的心愿了。将观后净室设为讲道台，张贴告示，正式开坛传功。
观想耐息，随势而动，方得其髓。道长，这套功法看着普通，不是有什么吗？是的。此乃道门气体养生法，可锻炼身体，孕育真气。长期修习益处良多。我们都是寻常山民，没修行根基，也能学吗？无论老弱，皆可循序渐进修习，无需担心根基问题。传功授法，利人利己，也能打磨我自身道心。这般传道的平和心境，倒是比独自苦修更添几分。实不相瞒，贫道修习此功，已练出先天真气。先天真气，难不成是你这老道臆想出来唬人的噱头？咱们不能等了，得有个说法。真气是真是假，诸位静观便知。口舌之争无异于修行。气动，这招式章法严谨。确实有真东西，不像是故弄玄虚的样子。功法养身重在坚持，日积月累，自会见得成效。我将为你们讲述天道之理。养生是虚的，今日才知是我目光短浅。岁月在道长身上像停住了，这功法太神奇了。晚辈刘善信，潜心向道，供奉3枚上品灵石，聊表心意。6品灵石，这手笔也太大了，此功法果然深意。今日讲道，望诸位心有所悟，真前所未有。且看秦放长如何开讲，必有深意。居士有心了，贫道在青云观谢过道友供奉。晚辈恳请道长收我为徒，愿再供奉10枚灵石。居士不必多礼，拜师之礼就免了。大道本应普惠众生，诸位随我每日讲道，自行修习即可。有疑问可当场提出。天道有常，不可逆也。功法传扬天下，才是对祖师最好的告慰。渐去道法自然，将长寿玄功刚柔并济，阴阳相融，和《黄帝内经》养生治理。修习前需静心调息，呼吸绵长，发力有度，不可急功近利。这些内容易懂，只要让每个人都能跟上节奏，从陌生到明悟，人人皆可依法修习。讲道已毕，心神俱疲，然
终得释然。玄清真人，弟子秦放不负所托。玄清真人，弟子秦放已将账册清点完毕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但愿众人都能坚持修行，传功扬法，普惠众生，你做得很好。今日香火收益，除去道观日常开销，剩余远超往日收入。祖师遗愿已了，青云观的生计也无忧了。一举两得，往后修行与传功皆可安稳推进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我神通，受少阴溪流冲洗，不敢有丝毫散乱。破，经脉一通，心神合一，大功告成。少阴脉郁多年，真气通营竟如此艰难。引气入体，贵在持之以恒。终于成了，总算走完新全程，周身经脉都带着酸胀的通透感。导引术虽艰难，却能实打实拓宽经脉，滋养肉身。歇息10息，随后查看灵剑，看看此番导引有何收益。属性点暴涨7点，远超日常修行与灵石转化总和。应该是虎穴龙油灵汤药效彻底爆发，导引术又将药力最大化激发了。寿元、体力、灵力同步大幅上涨，修行收益翻倍。药配导引果然是修行增效的捷径。7点属性点全入金刚长寿玄功，功法熟练度飞跃提升，体力灵力双双达到80点。寿元暴涨42日，定格在168日，当真惊人。功法突破和药力的消耗，肉身急需大量能量补充。不拘药膳，固定时辰，及时补足消耗，修行正道。法无定法，和自身节奏便是最佳法门。更气、药膳3者相辅相成，一环突破便有连锁增益。修行规律愈发明晰，长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踏实了。夜调息休养，先看看今日灵剑状态如何。
消耗1日寿元，存2点可分配属性点。不急着加点，先洗漱备药，熬好灵汤再突破更稳妥。温火慢炖，半个时辰药力才能尽数熬出。点属性点全部注入。经长寿玄功突破大成。整锅灵汤下肚，造的能量算缓缓复下来。道长短短数日不见，气色怎会变化如此之大？不过是靠药膳调理身子，算不得什么奇事。发根都生出乌黑新发，眼眸也澄澈透亮，死气全消了。烦请老药师帮我称足量白果，我还要采买些日常物资。道长的药膳方子，当真是神意非凡。师傅，那位道长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我行医数十载，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肉身逆转。时间，我也按虎血龙油灵古方熬制试试。道长拎这么多重物太费劲，我帮您搬上车，顺道送您回山。多谢小哥好意。嘿嘿嘿，我自己拎着便好。先天真气自发运转，竟形成无形护罩，连外界暑气都隔绝了。秦放他怎么会？那老道拎着大包东西，怎么走得比空着手还快？你仔细看，秦道长周身是不是浮着层淡金色的光？哪有什么金光？许是你被太阳晃花了眼。当初没下定决心跟着学功法，真是错过了天大机缘。先天真气能供给气力，庇护肉身，核心妙用总算彻底摸清了。把今日新发现的真气功能尽数记下，方便日后复盘规律。定气复盘修行感悟，可稳步夯实道基。修为大成后，无需繁琐其手势，便可直接入定导引真气。经脉里的真气运行流畅，修行效率当真是有了质的飞跃。功法大成的结果，比我预想中还要强劲许多。2个时辰，真气归圆满。
贯通两大主经脉，虽稍有疲惫，活动一下筋骨便很快恢复。心神归一，万物皆静。属性点大涨5点，寿元同动增加15日。功法大成后，寿元获取水涨船高，距300天寿元大关只差1步。今日苦修许久，熟练度怎会只提升了1层？熟练度增长异常，暂未检测出明确原因。暂且搁置疑虑，先专注线下修行，日后慢慢验证。看看灵剑画究竟有何不同？功法上相自动解锁至500层，熟练度升。寿元增10日，定格300。原来每突破一个大境界，灵剑便会解锁更高熟练度上相。肉身、灵力、气血到达凡俗极限，判定为凡躯大圆满。凡躯大圆满便是凡间修士巅峰，这门槛少有人能触及。终是站在了凡俗修行的顶端，不负多年苦修。山风掠过铜铃微颤，氛围清冷辽远。凡躯大圆满只是修行起点，道途漫长，切不可懈怠。弟子明白，这只是长生路上的第一步，往后路还很长。要继续突破寿元桎梏，还得稳扎稳打，一步步往前走。道路且长，行则将至。长生大道终有抵达之日。剩余4点属性点，全部就入金刚长寿玄功。8点完成，熟练度、寿元均小幅上涨，增长幅度竟如此微弱，与此前效果天差地别。灵剑玄妙非凡，我对上古修行体系认知尚有盲区，难解停滞根源。暂且接受现状，慢慢摸索，总能找到破局之法。内状修行，外状修行，倒是从未仔细研读过这2大修行核心概念。内生阳魂，外状炼筋骨，磨皮肉，固筋膜。原来如此。内修以凡躯瓶颈，肉身筋骨却成了短板。只是这推断是否准确，还需后续修炼慢慢验证。根基扎实，方能垒得更高更远。
将古法长跑、石锁功负重纳入日常修行，锤炼周身骨肉筋膜，典籍记载的境界，正好趁打磨肉身之时尝试触碰，方能打破当前瓶颈，再进一步。今日讲道，想必又是一番盛况。是啊，青云观的道法总是让人受益匪浅。多日未曾开坛，今日重启讲道台，诸位欲共修玄功。多谢道长传功，我练了半月，腰腿痛都轻了许多。夜里睡得踏实多了，这点心意聊表谢意。修行贵在坚持，日久天长自会见真章。向我收入见闻，购置炼体器具的开销总算有了着落。自然，气引天地。你仔细听，招式里好像有隐隐的风雷之声。一套功法演练完毕，诸位可看清招式脉络了？才演武时，那气流异象究竟是何物？可是仙法，我从未狱中捕捉到此蠕动的力流画面。诸位莫急，且听老夫一言。道长，方才风雷之声与气流异象，是功法自带的神通吗？看来是真气运转到极致，引动了周遭天地气流所致。果然深不可测。我已明了，上古玄功果然玄妙莫测。我如今也只触碰到皮毛而已，体内力量远超从前，外壮修炼看来更是刻不容缓。道长，方才风雷异象，莫不是修成仙家神通了？不过是真气外放，引动气流，属自然之象。并非神通。这说的是什么？你觉得说的是真的吗？请。道长修为高深，晚辈再奉5枚上品灵石，聊表敬意。居士有心了。贫道待青云观谢过诸位信众。赞誉质疑皆是浮云，一心向道，方不负长生机缘。单勋，你可有心事啊？青云观这位秦道长修为神异，真气外放能引风雷。野道观的野路子，我见过的养生法门多了，多半是装神弄鬼的噱头。木儿在玄武盟见多识广，我拿给他辨真伪。随你折腾，我倒要看看这山野老道能有什么真本事。将刘应玉送往中州刘牧住处。是大人。
此人内气精纯无比，是顶尖内修高人。这般内气外放、引风雷的修为，整个中州都没几人能做到。刘颖玉看了，那道长的修为是真是假？是真的。此人是隐士高人，孩儿打算亲自登门拜访结交。你备些厚礼，务必诚心求教，争取习得正统功法。孩儿明白，定放下身段，虚心求教，结交这位高人。能得高人指点，我的武道修为必能再上一层楼。灵石与礼品都备齐了，你此去务必恭敬，不可摆架子。父亲放心，孩儿晓得轻重，定虚心求教，与道长结交。若能求得正统养生功法，咱们刘家便受益无穷了。孩儿明白，此行以请教为名，循序渐进，绝不冒失唐突。此去一路顺风，万事是小心。一夜调息休养，先看看昨夜讲道演武后的修行成果。夜间坐与演武滋养，寿元、体力、灵力均小幅增长。属性点暂且全部留存，待后续炼体功法提升之用。用完早餐便下山一趟，采购全套炼体器具与武道典籍。内外同修，刚柔并济，方合修行道。今日事今日毕。古法长朝宝、石锁弓、覆铁衣，都得循序渐进，纳入日常功课。掌柜的，许久不见。道长今日登门，烦请掌柜代为采购全套武道典籍、石锁与负重铁衣等炼体器具。好说好说，小道一定尽快备齐，送到道观山门口。有劳掌柜，定金我先付了，后续款项货到结清。道长，您订的武道典籍已经送到灵镇了。有劳掌柜，我这就联系车夫帮忙运送上山。我这就去商行取货，稍后给您送上山。辛苦小哥，跑腿灵石按商行规矩结算，货到一并给你。
回禀秦老，都已整理妥当，只待您过目。辛苦小哥专程跑这一趟。啊，都是顺路的事儿。道长太客气了，费用我不能收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想学金刚长寿玄功，就是没人指点门道。这有何难？你按时去关前讲道台观摩，有疑问随上山找我。多谢道长，往后我一定按时前来听讲。得选一门与道家修行契合的武道功法，方能内外相辅，不冲突。内家武道以气御力，最合道门炼养之旨。拳法理念与运气路线，竟与道家真气大道高度契合，正好能和金刚长寿玄功相辅相成。外壮修行功法就选它了。不求招式发力强劲，只求让灵剑收录这套功法。岩道功法已收录岩石太极拳法，外壮修炼总算迈出了第一步。需与太极典籍对照，方能窥其一二。修行稳扎稳打，贪多求快，易乱自身根基。先研究基础招式与运气法门，夯实武道根基。日后再修习武当、赵宝等流派，借灵剑融合之力，打造更强功法，内外兼修体系出成，打破修为瓶颈，指日可待。由上古道门修士所创，与我修行根脉同出源。道门太极以柔刚，亦欲行之。检测到同源功法，触发合并选项，是否融合？即刻融合两门太极拳法。融合后拳法精简为13式，想来应是拳法大圆满形态。再试试这一本太极拳法，
看看功法融合的上限究竟在何处。朝宝太极心法已被13式太极拳法融合，熟练度2层，是太极圆满形态，再练其他流派也无增益，不必再耗费精力搜集其他流派，专心打磨这套13式太极拳法便足够。是时候了，4点属性点全部加入13式太极拳法。熟练度升至42层，肉身体力大幅增长。太极主外壮练骨，提升无道战力。金刚长寿玄功，专注强壮神魂，增长寿元，二者各司其职，内外相辅，正好形成完整的圆满体系。外壮修行短板已经补齐，修为瓶颈很快便能彻底打破。13式太极变化无穷，包容万象，当真是内家无道集大成之作。功法融合百家所长，已达内家无道顶尖层级。且试试真气融入，威力究竟能到何种地步？这便是武道界千金难买一声响的武进之兆。轻易达场此境，却要炼化真气，滋养肉身打下的根基。现以长寿玄功热身，再专心钻研太极八法与炼体之术。炼体应张弛有度，过犹不及，强行苦修反伤其身。师父说的是，今日炼体便到此为止，回去静坐调养身体。
今日修行所得，正在稳步沉淀巩固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方能在道途上行稳致远。日复一日打磨根基，修为自会稳步参升。发浑厚凝练，单次导引仅40分钟便可圆满收工。外状修行可辅助增寿的猜想成功了。果然，外状炼体强陷山谷，也能间接助力寿元增长。太极功法感悟加深，周身炼体疲感尽数消散。内外功法相辅相成，修行效率果然越来越高。昨日炼体腿有酸痛残留，正好以灵汤补养气血，修复筋骨。药食同补，配合真气自主滋养，筋骨恢复最快。晨风拂面，真气滋养筋骨，酸痛竟消散得如此之快。肉身持续强化，自愈恢复能力已远胜寻常修士。道长，您定的石锁、负重铁衣等炼体器具已运抵灵镇了。有劳掌柜特意告知，我这就联系车夫帮忙运送上山。道长放心，午后我便去商行取货，直接送到青云观山门。辛苦小哥跑一趟，午后我在观中等你交接。这些粗重活计我来搬就好。好，小哥，搬到西侧廊下整齐安放便可。今日的炼体便从这里开始吧。道长，能不能麻烦您指点下金刚长寿玄功的招式要点？这有何难？你先演练一遍，我帮你纠正元音与发力。气沉田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感受的尽力流转，腰胯归位。很好，再来一次，足底稳稳传气，重心下沉，步伐要稳。很好，再来一遍，感受力量的流动。是。上古道门鼎盛之时，四方修序分来问，如今传承零落，能有人愿意修习？
累积5点属性点，足以支撑太极玄功完成新一轮突破。是否将全部属性点注入13式太极玄法？全部注入，冲击功法小成境界。功法晋升小成，体内能量躁动，需及时补给灵材药膳。总算稳住了体内躁动的能量，功法突耗消耗果然远超平日。道长，您竟喝了半锅灵汤，修士修炼的消耗竟这般惊人。能量消耗远胜常人，需足量灵石药膳维系。无充足补给，肉身与真气都难以为继，修行变成了空谈。原来如此。试试纯肉身尽力，能达到何种武道境界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武道尽力，纯肉身竟能有这般威力。秦放前辈，晚辈心中有惑，不知可否请教一二？道长，这太极玄法也能养生延寿吗？我也想跟着学。太极分养生与竞技2派，竞技善搏杀，并无增长寿元之效。那您这套太极是哪一派的？怎么以前从未见过？我融合各家所长，创出此功，世间并无流传。你去讲道台修习养生版本便足够，武道于吾只是辅助练体。原来如此，是我眼界浅了，错把辅助当根本。练完便以长寿玄功拉伸筋骨，舒缓劳损。晚餐清淡些，减轻脾胃负担，最合道门养生之道。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契合长生修行核心意义。饭后散步消食完毕，正好运转导引术滋养经脉，巩固今日修行，正在逐步修复沉淀。肉身根基薄弱，拖累内功精进速度。今日先以滋养经脉为主。修习周天完成，金刚长寿玄功熟练度提升4点，寿元增11日。
太极玄功强化肉身小限度滋养肉身的能力愈发突出。功法相辅相成，短板总算在一点点补齐。下岸之势如山压落，进路厚重分明。施展安进之时，总会下意识收进，肉身承载力尚有巨大短板。筋骨皮肉锤炼到位，方能完全承载体内浑厚气力。往后要加大炼体强度，全方位打磨肉身，消除发力桎梏。今有新生，肉身之极。力13式拳法，终究还是差了些火候。即将所有积攒属性点尽数加注太极玄功。功法精进，体力、灵力同度提升。武道招式尽力运转，经脉把控，诸多感悟一同涌入识海。啊！臂力仍有不足，练完以金刚长寿玄功拉伸舒缓筋骨。正午炼体消耗巨大，熬制双份虎血龙油灵汤，补足精气损耗。肉身早已脱胎换骨，这般模样，倒有几分世外道人的气韵。炼体当循序渐进，定好组数频次，不可贸然透支肉身。负重深蹲、举石、情次训练，严格把控重量、组数与休息间隔。虽沉，却能磨砺心智。差一点。先饮灵汤补充流失精气，
再查看灵剑修行数据。寿元竟已至此。今日高强度外练完成，寿元小幅减少1日。原来硬功炼体轻微损耗寿元，与古籍记载完全吻合。往后炼体必须把控尺度，搭配药膳，尽快提升修复身体的暗伤。增益与损耗并存，唯有把握平衡，方能长久修行。肉身日复过重，不宜再运转导引术强行催气。今日炼体消耗过大，暂且搁置导引，饮汤安歇，交由肉身自行修复劳损。属性颠覆增长，果然如此，看来是时候了。昨日双分药膳尽数转化，才有这么多新增属性点。是否全部属性点注入13式太极拳法，全数注入太极玄功，继续打磨无道根基。功法精进，体力益增，此乃天道酬勤。灵光转境界将至，大可期。双手力量焕然一新，肉身组完成一轮蜕变。炼体之路虽有寿元损耗，可肉身增益无可替代。有药膳与内修功法兜底，循序渐进，或远胜复出。借导引细细滋养经脉，铺垫肉身蜕变根基。长时计，神都生出几分倦怠，先调息平复心神。长寿玄功熟练度提升4点，寿元暴涨30日，经脉暗伤、肌肉劳损尽数被真气修复，肉身重回巅峰状态。2时辰静心导引，收获远超寻常半日苦修，果然慢养自有奇效。
经脉根基愈发稳固。太极突破后的肉身蜕变会更加顺畅。秦放大人，有玉符呈上。我家老爷刘善信托我送来传讯玉符，请您细听其中缘由。亦要求索长生，亦要完成青云观历代祖师传道遗愿，此人诚心无恶意。此信已成，回去转告你家老爷，我应允他登门拜访。啊，小人即刻返程回禀我家老爷。秦前辈，晚辈刘善信之子，前来拜访。不必多礼，请坐。居士多礼，落座歇息。我们随意闲谈便是。山中清修，远离尘嚣，这般修行生活，实在令人心生向往。修行贵在守心，俗世往来与长生大道皆需平衡，拿捏分寸。慕名访客日渐增多，传道与修炼两件事都要妥善安排妥当。晚辈刘牧，中州玄武盟执事，家父刘善信久仰修行大道，此番前来，只求登门求教武道与养生法门，还望道长不吝指点。居士待人谦和，并无试探傲慢之心。几日后，你们可一同上山相聚。时辰已定，关中相见。如此甚好，一言为定。武道修行贵在心境，不过是基础静心养生之理，循序渐进，滋养肉身，并无特殊玄妙捷径。养生之道在于顺应自然，调和阴阳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方能固本培元。我明白了。深山野关的老道，江湖招摇撞骗之流数不胜数，你莫要轻信。兄长不必多虑，我有证据，您请看这枚流影玉。我在玄武盟阅遍各路高手，这般精纯内气与功法底蕴，绝非伪修士能伪装。这般隐士高人，我倒要亲自上山一见真伪。自幼苦修形意拳散手，擂台实战无数，武道眼力远超常人。东家尽管吩咐，但凡武道虚实，我一眼便能分辨通透。此番随我们同往青云山，暗中观察那位道长，甄别他真实修为深浅。属下明白，定仔细分辨，绝不会让东家被虚妄之人蒙骗。有于武先生随行甄别，此行便能彻底放下心来。都仔细些，莫要遗漏了。是真是假，
见到那道人，让于武查验过后才能定论。沿途会留意周遭动静，同时留心道长一切武道细节。通体舒畅无比。属性点储备充足，积攒的点数足够将13式太极玄功推至精通境界。晨起一碗药膳，补足长跑消耗的精血、阴气。负重长跑已成每日功课，今日依旧沿山道奔袭6、7里。外壮练体贵在日日坚持，久练自会强壮体魄。内外兼修，肉身强度早已远超从前，长途奔袭亦无负担。肉身根基彻底夯实，太极玄功突破再无阻碍。这般偏僻简陋的深山，会有道术修炼的高人。于武所言有理，山野之地难出正统修行高手，不可轻信传言。几位，切莫小看秦道长，我亲眼见过他诸多神异修为。真气，人意外放可引风雷，绝非寻常山野之人。我看你，便是那位道长提前安排的说客，专门用来糊弄外人。车夫只是实话实说，我们不必过早下定论。道长，这3位是中州赶来的贵客，专程上山向您请教养生功法。诸位远道奔波，贫道有礼了。晚辈中州玄武盟执事刘牧，久仰道长修行大道。在下刘岩，经商之人，今日特随舍弟上山一观。山道漫长，诸位随我一同上山，沿途可观赏山间景致。
一点微薄香火供奉，聊表我等信道诚意，还请道长收下。贫道清修不求俗世财物，这份厚礼万万不能收下。道长不必推辞，只是我等一点心意，并无其他所求。既然诸位心意难却，贫道便暂且收下，日后用以修缮道观，添置典籍。道长，晚辈想观摩您修炼功法，只安静旁观，绝不打扰。要是功法属于道门私密，我们便在关外等候，绝不强求。金刚兽玄功与太极玄法本就是我传道的核心法门，并非不可外传的隐秘。两套法皆是传道根基，并无私密忌讳。上古玄功果然玄妙，这般气运，当真有仙家范。我每次看到练功，都觉震撼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。这寻常养生架子，看不出半分实战战力。养生倒是颇有章法，至于武道修为，还得再观望。道长，刘颖玉功法运转有风雷之声，今日为何这般平淡？修为精进后，真气外放内敛，已能自由掌控，总随心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藏于身方是修行正道，不必事事都展露于人前。道长，能否展露真正武道威能，让我等开开眼界？道长清修不易，我们岂可强求？适可而止便好。能观摩养生功法已是收获，不必强人所难。依我看，道长只是养生有道，算不得什么真正的武道高人。我等就此辞别，日后若有机会再登门拜访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何必带着疑虑离去？我演示一式太极炮锤便是。有眼福了。是明镜。
这就是武道界梦寐以求的明镜境界。这般权力，竟真的是明镜大成！动静转换自如，这武道造诣，当真是深不可测。我苦修数十年都未摸到明镜门槛，这深山道长竟早已大成。先前以小人之心揣度道长，是我等冒昧，还望恕罪。不必多礼。我修功法只为调养身躯，延续寿元。所谓武道神通，不过是修行附带的成果，不知诸位这般推崇。在下眼拙，先前冒犯了道长。道长修为高深，又心境淡泊，当真称得上是隐士得道高人。长生才是修行根，武道强弱不过是旁枝末节罢了。晚辈恳请道长赐教，先天真气炼化入门究竟有何法门？不必多礼，诸位可上前感知掌心气流，便能知其一二。师傅，这真意啊，好强的真气！此等真气，竟如此纯粹。这便是真气之力吗？这般温润又雄浑的真气，修行当真是神妙莫测。今日才算真正见识道门修行的底蕴。头一回摸到真气，道长果然是隐士高人。道长修炼到这般境界，究竟耗费了多少年月？山中无岁月，修行不计年。不计年，道长潜心向道，当真堪称修行楷模。不过是借灵剑机缘。我等就此告辞，道长可否赏脸下山赴宴？多谢居士盛情。贫道久居山野，早已习惯清苦，不愿沾染俗世喧嚣。既如此，我等便不勉强道长了。道长，晚辈有一邀约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请您出任中州玄武盟名誉长老，只需挂名，无需处理杂物，偶尔出面传播武道文化即可。每月还会发放对应俸禄零食。担任名誉长老，既可免去俗世纷扰，又能借平台传承功法。我应允便是。有道长坐镇，玄武盟武道传承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能得道长这般高人加入，是玄武盟的天大福气。一路顺风，珍重，请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俗世纷扰告一段，也该回归日常，继续稳步修行了。此招式似有破绽，
却又暗藏玄机。我出身传承数代的武道世家，修习形意与搏击多年，却看不透此人尽力深浅。他爆发力太过超凡，我若毫无防备，根本接不下他一掌之力。这般身怀真本事的隐士高手，放眼整片地域都寥寥无几。我的武道修为定能再上台阶。此去深山，路途遥远崎岖，林兄务必保重，盼你能得偿所愿。一路顺风，林教习。看官，今日要讲的乃是那州城百味茶楼里一段不为人知的奇闻异事。话说深山隐士老道一掌列传，当蛰伏全尸。好个精彩！本土武道果然藏龙卧虎。短短数日，说书故事传遍数州之地，秦放的名号变得家喻小，人人都在谈论这位神秘的深山道长。我专程从林州赶来，就想找到这位高人，学正统传统功法。传统武道沉寂多年，总算有人站出来为本笃传承重拾荣光了。传统武道用一人之力重新焕发生机，山间小道人流往来，这次可不能错过了。是啊，我也听闻此地灵气充沛，希望能有所收获。按传闻里的线索推算，青云观应当就在这片深山腹地之中。我专程赶来一睹高人风采，可惜连道观方位都摸不清楚。征武馆雄风，是。尔等当勤学苦练，不负韶华，为武馆争光。是。这才是本笃传统武道的真意，绝非旁人污蔑的花拳绣腿。从前我以为闯功法无用，如今才知是，记得眼界浅薄。多年的传统武道，总算能借着这毒风重回大众视野。怎么都走，还是辨不清方向。是往这边吗？我也不知道了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修行贵在守常，莫因外界纷扰乱了自身修行节奏。每日练功，药膳、调息、修解，按部就班便是最好的长生之道。稳步打磨肉身与真气，长生之路方能行得稳，走远。林下生精气，尽数化完成。昨夜导引炼化完成，精气转化为8点可分配属性点。属性点暂且全部积攒起来，统一加注金刚玄功，稳步推进横练功法进阶，才是线下修行的核心要务。